陈佩守院士，林主任，还有各位南极探险队的队友们，还有贵宾，科技部的长官们，大家午安。那我首先要感谢科技部给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这个支持，让我们能够跟各个团队的研究工作者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刚刚我觉得我非常赞同前院士讲的，就是说这个扎克尔顿的精神就是要培养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合作的大团队、国家队。那我现在这个报告这个是个辅导型的一个团队，那在这边是我们3位这个团员啊。那这个但是我们辅导型还是有一个研究的主题，那我会跟大家介绍。所以呢下一张好，所以我这个报告呢会包括团队的介绍然后达成的绩效，就是过去1年目前进行中的一些计划，那一些需求和面临的挑战跟建议最后由我的团队们跟大家来报告他们分别的一些研究的结果。那这个辅导工作呢，我是把它以3大面向第一就是在国内，在国内我们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年轻有为、很有这个成为将来这个领域上的一个佼佼者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来增加国际化然后他们的研究能量我们怎么样来提升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介绍我们的团队那我的这个团队呢，除了我自己之外呢在这边钱鸿龙副院长他是中医学院的副院长，然后这边佘玉平副教授马文龙副教授那么为什么我们组成这样一个队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整合了我们对癌症还有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兴趣那其中严宏龙他是具有中医西医执照的 physician scientist， 他对中医非常在行，他对西医也蛮有研究而他的领域是在免疫方面免疫特别是以中西医结合，还有免疫的机转来看看对癌症的治疗那佘玉平教授、副教授呢，他的专长是在各种癌症的分子机转，特别针对癌症细胞的转移方面那马文龙教授呢，他的专长也是在那个用大数据看 lipid metabolism 的一些分子机构那这样我们这个我自己呢，就是算是 cancer biology， 就是所有跟癌症有关的一些转移啦、进展啦、复发等等，所以我们希望结合这样一个团队，跨领域不同的专长，能够把这个癌症最重要的问题，能够探索出一些进展出来。好，那就是我们每2个月呢都有一个常态的一个交流这个交流通常就是会有2、3个小时以上这是无所不谈的一个交流，从生癌研究、国际观等等这样一个交流。好，那在辅导研究计划方面呢，我们去年呢有相当不错的成绩比如说马文龙教授拿到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创新转移的那个研究计划这个是国内呢非常不容易拿到的一个整合性的计划那严宏龙医师呢，他还拿到了好几个科技部跟卫福部的计划其中好几个都是全国第1名的被录取被拿到这种计划。那佘玉平教授呢，他也拿到了一个产学合作的研究计划来做他的一些癌症的研究。
那论文方面呢，3位老师去年也都有相当不错的进展。佘一平老师这些是他都在不错的那个杂志、国际杂志上发表。马文龙教授呢也是一样，他有好几篇的文章发表在国际上相当有分量的杂志。那严宏龙教授呢，也是他在这个领域上都是相当不错的journal 的发表，也都非常的 productive。好，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严宏龙医师、胡基先生，他在去年呢晋升到 full professor 在我们这个努力之下。好，那至于我们在国内怎么样去促进交流，去促进合作，我们也透过萨克顿这个计划的部分的支持呢，邀请了国内3位相当有成就的科学家包括成功大学的张南山特聘教授，还有那个长庚大学的林光辉特聘教授，还有这个中央大学的许田讲座教授院长来给我们做交流。3位都是跟做癌症有关的，给我们做交流、做演讲。那我们也参加了、举行了很多的不少的那个研讨会，中西医临床研讨会这个还有这个医学年会小儿科特色医年会那只有最近8月6号呢，我们接受《天下》杂志的专访科技部在库比的辅导之下，这是部分那一次8月6号《天下》杂志的专访，我们以那个中医的为背景强调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努力这个是有关国际方面的那个合作跟那个交流包括这是犹他大学来，我们邀请他们来访问。这个是在疫情之前疫情以后就不可能了在我们那时候有做了一些国际的一些活动这个也是在疫情之前，我们邀请到南加大的教授，非常资深的教授，他还是非常有兴趣做中医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来邀请来跟做交流那这个孙玉平老师呢，他也参加了这个 ESMO 的这个国际会议，并且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那马文龙教授呢，他 organize 了一个 Lipodom 的一个会议，国际会议，然后也邀请了严宏龙老师来做演讲他自己呢也受了这个国际会议的邀请去做演讲马文龙教授那这里呢，我们严宏龙医师呢，他也参加了好几个国际性的一个合作这里呢，在日本呢2个会议，而且还受日本的邀请，成为他们的专家顾问在中医结合的研究上面那这里呢是我们跟那个新加坡大学的那个交流这是在疫情之前那这里是严医师呢被邀请去做 COVID-19 中医怎么样来帮忙 COVID-19 的这个研究的那个抑制在7月19号，这个是在最近。这个部分还是继续在国际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马文龙老师呢有一些volunteer pharmacological 复审委员会参加这些活动。在先进科技部计划，目前呢，我们有好几个计划正在进行。那其中一个就是国务院的计划，那这边还有一个国务院的计划科技部一些整合性计划，都是目前都在进行中的一些科技部计划，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那目前也有不少的论文在投稿中每一位老师都有他们的
论文在投稿之中。那严老师呢，严东龙老师呢，他特别有一个跨国的一个研究计划，那利用那个 APP software 来做那个国际医疗的医护的研究，透过 APP 病人可以在家里依照那个指示做穴位的按摩，然后把那些结果用简讯、用 APP 的方法传导回来给严老师，有透过这样一个跨国的合作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结论。等一下他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在这方面最好的杂志这个跨国研究计划的结果。那我们呢也在筹划2个大型的国际会议。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个延到2021年2021年的那个 ISC 就是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armacological 这个 meeting 这个开会是有史以来将会第一次到台湾来开这个国际性的会议。我们是去跟国际竞争，而且在德国的时候有严丰荣去参加，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计划，经过他们的 board 审核和批准到台湾来举行，带给台湾一些国际性的这方面的一个机会另外，我们在筹划一个国际生医研讨会，那这个也是计划在明年希望疫情在明年能够缓解，也能够举行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疫情，我们也邀到了伦敦大学的资深的教授 Michael Henry 将在这个10月呢来中国医药大学访问2个月、3个月，所以这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些活动。那目前我们所面到一些困难当然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多的国际的参访会议都没办法进行。那这个很多会我们已经用视讯来替代，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去参加所有的会议那这是一个困难。那我们这个希望呢，建议就是说也希望这个萨克尔顿计划能够来延续下去把我们目前建立起来的基础能够再扩大，能够进去成为一个跨领域的国家型的一个研究团队那也很高兴呢谢谢有这样一个平台，像今天这样的不同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在一起，大家分享各自的想法跟结果，也许可以激出一些合作的火花将来更多跨领域的合作机会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萨克尔顿计划呢能够培养我们是非常有潜能的一些研究科学家呢，能够将来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那现在我就让我们这个团员们呢分别来报告他们在这个辅导的团队里，他们各自在做什么研究，得到什么结果那我就先请。陈院士、林主任，还有各位沙克尔顿的伙伴，大家好。我是严宏荣医师。那我觉得在这个沙克尔顿计划，这是一个辅导型的计划，但是在研究的部分，我觉得最让我最期待就是每一个月能够跟我们的计划主持人王陆海院士一起讨论我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个进展。那刚刚院士提到说，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后来我就会想说，我们中医其实有时候做一些研究，包括像刚刚讲的药物，那另外一个我有兴趣的是针灸的穴位，所以呢，我跟那个苏黎世大学整合医学中心的Claudia Witt 一起做合作，它是目前全世界使用针灸做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发表7篇研究论文在我们医学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JAMA、Lancet、BMJ 最多的一个国际学者。那我们跟他合作呢，我们去开发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 App， 透过那个 Apple 所开发出来的 Research Kit， 我们做一个全球的收案。
那这个目前我们先完成了德国和那个瑞士那边的收案，那也在今年发表在那个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这是医疗资讯领域第1名的期刊。那同时我们送了一个国际的合作收案，跟美国、巴西、德国、瑞士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做的一个大型收案，目前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我们的这个手机的 App 呢，我在台湾是负责繁体中文版啊，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在我们台湾的 Apple Store 也已经正式上线。那同时我有跟他合作做一些癌症病人的一些分析跟研究。那另外一个针对那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今年刚好在那个疫情之前哈，我就有机会接受就我们那时候刚好做另外一个那个 human 的 coronavirus 的 strain 叫 NL63，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 SARS-CoV-2 哈，不过也还不错。我们那时候刚好中医有时候会用到一些中药，像板蓝根这一类，我们一般中医的讲法叫清热解毒，就是有一些病人有时候有些感冒或者喉咙痛的时候会开的中药，那我们把这个中药成分呢应用在那个 human coronavirus NL63 strain， 发现它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抑制这个NL63的一个作用。那同时我刚好在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接受日本的一个内阁官访，就是安倍晋三的这个内阁，那他邀请我担任日本的这个汉方医学的这个国际工作小组。那刚好在日本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之前，我就过去日本那一边，跟这些国际的这些学者一起讨论，然后每个刚好把针对这汉方可能的一个运用跟它的一个概念就建议给日本政府哈。大概这个是以上我在疫情期间所做的刚好有个机会我们。透过副校长这边的协助，会跟UCL School of Pharmacy 的一个资深教授叫 Michael Henrich， 他是目前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的主编，那他也邀请我担任这本期刊的副主编。那我们刚好在今年针对疫情，我们也一起 co-edit 的一个 special topic， 就针对传统药物可能对这个 COVID-19 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期刊。好，以上报告。OK， 那接下来是我的部分哈，因为我们这一个团队对中医跟 cancer 的这个关联性是很高。那我想大家对中医有一个很普遍的认知，就是说中医着重的是一个全身的这个 outcome 啦哈。那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癌症的话，那我的看法是认为这个癌症它跟身体的各个器官有不同程度的interaction， 那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假说了，应该是说为了要 prove 那个就是替中医的这个理论找到一个西医的实证的基础，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有一些很初步的成果了哈。那你如果说要去想这件事情，那我们是把它拆解成3个部分哈。我今天讲的证据是只有前面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全身的器官它会怎么样作用在肿瘤，或者是这个肿瘤它会怎么样影响到那个全身的homeostasis。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的结果了哈。我们是发现说有一类的脂蛋白，那这个脂蛋白我们知道脂质它会携带全身的这个脂质运行嘛哈。那如果说要去探讨全身对癌症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在猜它的那个可能那个媒介就是透过脂质的运送。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找到了证据说至少是在那个卵巢癌为例子的话，这个叫低密度脂蛋白，在癌症的那个细胞它会大量的表现，并且把那个脂质带到癌细胞里面，那影响癌细胞的某一些特定的那个脂质代谢路径，然后最后影响到治疗的反应。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就是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脂质就是说把脂质吞到癌细胞里面会改变癌细胞的话，那我们去换一个想法。我是不是有可能很单纯的只改变脂质，我就可以影响癌症了？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先
在细胞的层次先证实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大概70几株的这个癌细胞株，然后去把它的那个脂质的 profile 就把它定出来，然后确实发现说，这个癌细胞的它的脂质的种类不一样，它会影响到药物的反应性。所以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去验证说是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啦。那这个至少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最近也是刚刚发表啊，这个是我们建立的细胞株的那个脂质体的那个网站，这个都可以公开在外面的。所以下一步我们要验证的就是在病人里面的那个肿瘤的位置，它的脂质是不是不一样？它脂质不一样，是不是跟临床的真相不一样？跟临床真相不一样，是不是可以透过直接改变脂质，然后来改变这个癌症的结果？那也感谢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个一个大型的计划，让我们至少有机会做这个梦，就是去测试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研究的部分。那下一个是那个佘一平老师。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小分子抑制剂的话，已经进到了临床前试验。那我们也针对了一些专利的保护的话，全面的保护，包括它从化合物的结构以及它一些衍生物的专利保护的话，我们都已经有整个 cover 到。那甚至可以包括它合并一些免疫治疗的一些临床应用的话，我们也有进行专利的保护。那同时呢，我们也有确定我们这个小分子药物它可以量产，它的 CMC 的方面制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也有具有一些市场的规模。那我们目前的话是跟顺药有进行一个产学合作案，目标是加速我们的药物的一个商品化，希望能够推到临床上面的应用。那我的实验室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研究的话是在做肺癌的脑转移。那这个肺癌脑转移的话，我们找到了一个 molecule。叫做 BASP1。那这个 molecule 我们发现，这个 molecule 研究的话其实蛮少，但大部分人的研究认为它是一个tumor suppressor 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它在膜上面扮演的角色一个 tumor promotion 的一个 oncogene 的角色。那我们的系统的话，我们发现这个 molecule 跟肺癌的脑转移是一个很高度相关。在 primary tumor 上的话，它大概只有20% 是 positive rate， 但是它一旦转移到脑的这个组织里头哈，在我们医院的简体里头发现它可以到达80%， 对不起，60% 的 positive rate。那如果把这个 gene 给关掉以后，我们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抑制那个脑转移的情况。那我们找到的机转发现，它是最主要它的机转就是当primary tumor 里头如果是 EGFR 的讯号传递下来的时候，它会很快的进行 EGFR degradation， 而且它会对 TKI 会有一个敏感的作用。但是如果在转移的组织里头的话 ，BASP1 这个 molecule 会大量表现。当它大量表现的时候，它会在它会形成这个 lipid raft 的一个 stable 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让 lipid raft 上面很多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讯号会活化，所以包括 EGFR 的 signaling。那同时我们发现 EGFR signaling 跟 BASP1 它有一个 passive regulation， 所以这个 passive regulation 我们如果用一些药物去抑制这个讯号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一个很有效的抑制这个整个肺癌的转移的一个作用。那我们找到的药物是目前找到的药物三氧化砷跟三氧化砷可以抑制 BASP1， 那同时它合并 TKI 的话有一个加成性的作用。那目前这个 paper 的话已经前几天被接受然后发表了。那我们之后可能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结果，会进行一些临床试验的一些测试。好，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